我感到一种渴望，对速度的渴望。这是电影《壮志凌云》里的经典台词，也是几十年来无数军迷对空中对决的第一反应。速度就是空战的生命线，谁快谁就能抢占先机，掌握制空权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，那俄罗斯正在搞的那架米格41绝对是王者级别。毕竟按照俄罗斯的宣传，米格41的速度能冲到5马赫。反观美国，现役里最先进的 F-35速度只拉到了 1.6 马赫，哪怕是即将问世的 F-47，给出的速度数据也相当保守，只有一句超过2马赫，和俄罗斯的5马赫比起来，简直天差地别。难道美国造不出更快的战机了吗？俄罗斯又为什么要死磕速度？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现役战机，速度之王依旧是老当益壮的 F-15鹰式家族。不管是经典的 F-15C 对地攻击的 F-15E， 还是最新出炉的 F-15EX， 极速都能飙到 2.5 马赫。2.5 马赫是什么概念？每小时能飞3000多公里，从纽约到洛杉矶也就1个多小时的事儿。这速度放到今天，依然是战斗机里的天花板。往下排就是 F-22， 这是美国空军的空运王牌，极速 2.25 马赫。虽然比 F-15慢了一丢丢，但它有个绝活，超音速巡航，不开加力就能以 1.5 马赫以上的速度持续飞行。再往下就是 F-16， 极速 2.0 马赫出头，然后是 FA-18EF， 这是海军的主力舰载机，极速大约 1.8 马赫。最后就是 F-35， F-35为了保住隐身，只能牺牲速度，导致极速只有 1.6 马赫，每小时将近2000公里。3个型号里 F-35B 的情况又更加特殊一点，虽然最高速度也是 1.6 马赫，但是因为垂直起降系统增加重力和阻力，所以比起其他2个型号， F-35B 的实际速度和机动能力更加受限。大家看到了吧？美国现役最快的战斗机竟然是一架4代半的飞隐身机，而最慢的恰恰是美国最先进、造价最高、技术最复杂的 F-35。这还不算完，万众瞩目的 F-47早就爆出了官方数据，航程是主要亮点，作战半径超过1850公里，比起 F-22的1000公里多了将近 70%。 然而和航程的翻倍增长不同，速度数据就显得不起眼了，超过2马赫，具体数字还没说出来。虽然2马赫已经算很快了，但是相较于美国的很多战机来看，这个速度只能说慢，太保守了。咱们把时间轴拉长一点，对比就格外扎眼。50年代的 F-104 极速是 2.2 马赫，越战时期的 F-4 极速是 2.23 马赫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战斗机从 F-104 到 F-15一路冲到 2.5 马赫的巅峰，然后从 F-22开始掉头向下，到 F-35直接跌到了 1.6 马赫。这条曲线一拉出来，我们就能发现美国战机的速度真的在变慢。俄罗斯那边的情况跟美国完全反着来，他们对快这个字有执念，搞战斗机几乎是为了速度，什么都不管。苏联时代他们搞出了一堆速度怪兽，米格25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速度超过3马赫的战斗机，最高能飙到 3.2 马赫。当初为了让它扛住高速飞行产生的摩擦热，苏联不得不舍弃铝合金，选择让不锈钢硬扛，而它的诞生也直接催生了 F-15的问世。但是苏联为了把速度堆到极致，不得不舍弃其他方面的设计，使得米格25存在一大堆问题，比如空重高达15吨，机动性差，航电系统笨重落后，耗油量也极为惊人。最重要的是对发动机的损害。1976年，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机叛逃日本，美国把飞机拆了个底朝天，结果发现这架战机的速度只要超过 2.8 马赫，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损伤。也就是说 3.2 马赫只是一个一次性速度，飞完就得大修。接替米格25的是米格31，最高速度达到 2.83 马赫，能以2马赫在高空巡航，被称为平流层怪兽。自从1981年服役以来，至今还是俄罗斯现役里速度最快的战斗机。但这个怪兽也存在一个问题，在2013年，俄罗斯空天军司令就亲口承认，米格31因为座舱玻璃质量不过关，实际速度已经被限制在了 1.5 马赫。如果强行以超过 1.5 马赫的速度飞行，座舱玻璃随时都可能会炸开，直接导致机毁人亡。有这样的隐患，理论数字再怎么好看也是徒劳。此后的苏27、苏30还有苏35的速度倒是十分稳定，全部都是 2.35 马赫。到了苏57，速度也降下来了，极速2马赫，纸面数字看上去是比 F-35高了一些。然而到了现在，这东西还做不到量产，所以很多问题都不好说。不过单是看前面那些战机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俄罗斯的战机快是真快，但快的代价是严重瘸腿。
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还要继续搞米格41。其实俄罗斯隔三差五就会跳出来吹一波米格41，说它是米格31的革命性继任者，速度超过4马赫，能跑5马赫，有的俄媒甚至吹到6马赫，还说它能在近太空高度飞行，能拦截高超音速导弹，还要装人工智能、反卫星导弹，甚至激光武器，上打卫星，下打航母，5倍音速巡航，6倍极速冲刺，听着比科幻电影还刺激。但问题来了，这飞机在哪里呢？米格41至今没有公开的原型机，没有确认的试飞计划，所有的能力都在俄罗斯的宣传里。其实俄罗斯有个老习惯，美欧一推出什么新武器，米格41就会有新动静，要么是快要首飞，要么就是原型机要问世，反正俄罗斯进度全看美国欧洲。就算俄罗斯真的再造了，也要面临技术的问题，4马赫、5马赫听起来就是一组数字，但是造起来可没有报数那么简单。最大的障碍就是发动机，战机想要维持4马赫以上的速度，就需要特种发动机、耐热材料和先进的热管理系统。俄罗斯现役的发动机库存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，那就需要研发新的发动机。可问题是，这些东西连顶级航空航天工业都未必搞得定，俄罗斯能搞出来吗？就算搞出来，又要花多长时间？到时候的美国战机又迭代到了什么程度？还有机身材料在5马赫的速度下，机头温度直接突破1000摄氏度。现有的铝合金材料会瞬间软化，必须采用全新的耐高温复合材料或者主动冷却技术。当年米格25用不锈钢硬扛3马赫已经是极限了，现在喊5马赫，你拿什么扛？俄罗斯目前公开的所谓解决方案是用钛合金与复合材料的混合结构，但是如何在保证强度的同时控制重量，至今仍是未解难题。再加上俄罗斯现在的人力物力基本都砸到了乌克兰战场上，还饱受国际制裁，所以别谈什么5马赫的米格41，能把速武器量产就不错了。就这都算是在做白日梦。俄罗斯只顾着宣传速度，但他们大概忘了一点，美国不是造不出来飞得更快的战机，苏联最开始研发米格25就是为了应对美国的高空高速目标。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，美国当年飞得到底有多快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就已经把飞机速度玩到了人类至今都无法超越的高度。先说说连科幻片都不敢这么拍的 X-15， 这东西是飞机，但它根本不像一架正常的飞机，因为它没有起落架，得由 B-52轰炸机带到高空，然后扔出去，再点燃自己的火箭发动机往上冲。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，1967年10月3日，美国空军试飞员威廉·奈特少校驾驶 X-15A2 在加利福尼亚上空飞出了每小时7274公里的速度，换算一下就是 6.72 马赫，飞行高度将近108千米，已经摸到太空的边缘。这还算什么飞机？分明就是一枚带着座舱的火箭。直到今天，这个记录仍然是有人驾驶动力飞机的世界最高速度，无人能破。不过这只是试验机，最终没有正式服役，但是真正服役的战机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这就不得不提美国空军的一个传奇 S-271黑鸟战略侦察机，这才是真正让全世界空军流口水的存在。由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打造，机身85%都是钛合金，就为了扛住3马赫以上飞行时产生的极端高温。2台普惠 G58 发动机在高速下会自动切换成冲压模式，80%的推力来自进气道本身，而不是发动机核心机。1976年7月28日，黑鸟创造了绝对速度记录 3.3 马赫，但据1945网站报道，这还不是极限，因为有飞行员回忆说曾经飙到过 3.5 马赫以上。不管 3.3 还是 3.5， 无法改变的一点是，黑鸟至今仍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吸气式有人驾驶飞机，50多年了还没人能打破这个记录，飞得比导弹还快，说的就是它。美国飞行员杂志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当年苏联和朝鲜对着黑鸟发射了超过4000枚导弹，结果一发都没打中。因为黑鸟飞行员要跑，操作很简单，他们本来就飞在2万多米的高空上，看到导弹来了，油门推到底，加速就跑。当时的导弹根本追不上它，这在人类航空史上算是独一份的存在。从1945年 F-104 首飞，美国第一次突破2马赫的门槛，到1964年 S-271 首飞突破3马赫，再到1967年 X-15 飞出 6.7 马赫。美国在速度这条赛道上，从50年代就开始领跑，一路跑到70年代，把能破的记录全破了。当时正逢冷战高峰期，美国空军喊出的口号就是更高更快，能飞多高飞多高，能飞多快飞多快。那时候的美国人相信速度就是最好的防御，只要我跑得比导弹快，你就打不着我。
所以美国不是不会造快飞机，而是早就玩腻了快这个字儿。然而随着空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，美国人逐渐意识到单纯堆速度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与其把精力花在怎么跑得更快上，不如想想怎么让对手压根看不见你，就算看见了也没办法锁定。二战之后，世界就逐渐迈入了导弹时代，尤其是空对空导弹发展飞快，成了空战的主要武器。现在的空导弹速度普遍超过3马赫，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最大速度甚至可达6到9马赫。战机飞3马赫或许能躲掉一些导弹，但是剩下的导弹呢？战机怎么跑？所以靠速度摆脱导弹，在导弹时代就是个伪命题。冷战的时候还能讲你藏不住，但是可以跑。然而到了今天，逻辑必须改写，不是不能快，而是不能只追求快。既然有跑不掉的可能，那就要想办法藏。所以 F-35 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把隐身、传感器融合和电子战能力排在了速度前面。美军不再优化机身去硬扛超高速度，而是把钱和精力砸在了低可探测性图层和网络化态势感知上。只要在雷达上看不到战机，那根本就不需要跑。F-35 的原始设计速度本来是 1.8 马赫，后来硬生生降到了 1.6 马赫。因为如果速度太快，持续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高温就会损伤隐身图层，增加红外信号。为了保住隐身，那就只能舍弃速度。除了隐身之外，美军看重的还有推重比和机动性。F-22 的推重比在最终状态下还能达到 1.08， 还可以垂直加速，这才叫真本事。当年竞标时输给 F-22 的 YF-23， 其实飞得比 F-22 更快，隐身更好。但是美国空军最终选择了 F-22， 就是因为 F-22 在机动性和推重比上更均衡。虽然这些战机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速度，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弱。因为美国玩的不再是单纯的飞机了，而是体系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你搞一架5马赫的飞机，单打独斗能干什么？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，自然要搞信息时代的产物，那讲究的就是一个网络化。F-35 在天上飞，背后是整个数据链网络，卫星、预警机、地面雷达、水面舰艇，所有信息实时共享，对手很难发现 F-35。但 F-35 只要发现一个目标，除了可以自己动手之外，数据还能传送，让导弹从根本想不到的方向打过来，到时候对手还能怎么防？而且未来的 F-47还要整合中程僚机，形成一套集成作战架构，不仅能自己打，还能指挥自主无人僚机去打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，能打群架，干嘛费事和你单挑？能指挥无人僚机打，干嘛亲自和你打？一个作战网络对上普通战机，这完全就是碾压。然而俄罗斯和美国刚好相反，他们不得不对速度，而且他们只剩速度能拿出来吹一吹了。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，拥有漫长的北极和远东边境线，高速截击机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一处部署到另一处，覆盖广袤的空域。苏联时代高米格25和米格31就是为了应对黑鸟这样的高空高速威胁。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在隐身、传感器和网络化作战上全面落后。俄罗斯不是不想搞隐身，是搞不出来。苏联时代确实给他们留了不少遗产，积累下来的航空工业体系也足以让他们领先许多国家。但是看看苏联搞出来的那些战机就知道，基本都是为高速截击服务的。这套技术路线走了几十年，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技术依赖。一搞战机，俄罗斯优先想起来的就是速度和机动性。这种思维不是说改就能改的，而且就算让他们转型去搞隐身、传感器和网络化作战，在这条路上他们已经落后了美国几十年了，还能追得上吗？既然在技术上注定追不上美国，那就只能在速度这个领域拼命吹，因为在这个领域自己还有点能拿出来吹的东西。正因如此，俄罗斯只能抱住速度不放手，而美国早已转向更高维度的竞争。所以美俄两国在速度问题上的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差距。美国是在主动选择慢，因为看透了现代空战的本质；俄罗斯是被迫只能快，因为除了速度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里是静思 FM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